我只是在路边躲个雨，却意外捡到一个轮椅少女。起初我以为她需要帮助，可她却一直怯生生地盯着我。犹豫了许久后，她小心翼翼地抱出来一个破旧的存钱罐。我没有家人了，你能不能当我的家人？这些钱我能不能买你2天，1天也行。看着少女期待的面庞，拒绝的话却涌上嘴边。只因我的父母突然离世，紧接着被老板辞退，而我相恋多年的女友得知后也与我分手，就连房东都将我扫地出门。而钱包中的137块，已经是我在这个陌生城市最后的存款。此时我站在大雨中濒临崩溃，可下一刻我却突然感觉后脑勺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我转过身去，只看到一只纤细到近乎能看清血管的手，正笨拙地举着一把伞，似乎是想给我遮雨。直到我转过头才发现，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女。少女身材瘦弱，脸颊苍白，凌乱的头发却依旧无法掩盖她那张精致的脸，雨淋湿了她的半边身子，她毫不在意，只是固执地想为我撑伞。看到她努力想站起来帮我挡雨，我不禁自嘲，没想到自己居然落魄到需要残疾少女来关心的地步。但还没等我低头道谢，少女的身体却向后缓缓滑去，我这才意识到这里是斜坡，来不及为被扔掉的伞悲哀，我便拔腿往前追。每次少女想用手停下轮椅时，却因为挣扎让轮椅越滑越快。好在最后一刻，我及时抓住轮椅，可雨伞却因为惯性飞行，正好砸在少女的头上，让我感觉对方像一个长着轮子的蘑菇。我赶紧掀开蘑菇盖检查少女的情况，你没事吧？少女懵逼地晃了晃小脑袋，小妹妹，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可刚问完我就后悔了，这话听着怎么像是坏叔叔的经典台词？果然少女好像触发了某种防御机制，像受惊的小猫一样向轮椅里缩了缩。我只是出来溜达。快回家吧，家人该担心了。我没有家人，昨天奶奶走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问了不该问的，同时也有一个可怕的猜想在脑海打转：一个残疾少女没有家人，又要如何活下去？但这并不是我需要关心的问题，毕竟现在的我连自己也养不活，或者是出于愧疚，我还是决定亲自将少女送回家。在把她推进电梯后，我转身就要离开，可这时少女却用小手拉住了我的衣角。淋雨会冷。听完我心中一笑，这姑娘跟人说话都紧张的要命，竟然还有心思惦记着别人会不会淋雨。要不这样，你把伞借我，明天约个时间还你。快回去吧，大晚上的小心遇到坏人。少女明显又害怕了几分，但手指依然固执的不放开我的衣角。我看明白了，她是想用这种笨拙的方式挽留我。于是我决定好人做到底，把她送上楼再离开。只是我好不容易到顶楼时，却发现少女的家并不在这儿，而是在更高处被雨水浸湿的天台。这里没有斜坡和升降装置，只有一块块陡峭的水泥阶梯带着雨水，一路延伸到幽暗的尽头。我无法想象眼前这双腿残疾的少女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下楼。好在少女的体重很轻，我很轻松就将她连同轮椅快搬上了楼顶。用钥匙打开门后，我一眼就看到了客厅正中央摆着一张黑白照。老奶奶笑得很慈祥，但门口玄关处仍然堆积了几袋没有扔的垃圾，毕竟她清洁就已经很吃力了，更别说是下楼扔垃圾了。可越是明白这点，我心中的疑惑就愈发鲜明。如此一个胆小的姑娘，为何要在大半夜跑到外面？直到我转身准备离去，少女突然怯生生满是不解地问我，都来了，为什么要离开？听到这话，我虎躯一震，但当我看向她时，她清澈的眼神驱散了杂念。我这才发现，这少女的认知绝对有问题。她并没有意识到带陌生男子回家有多危险。于是我弯下身教育她，带陌生人回家很危险，尤其是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男人。少女就像做了错事的小朋友一样，瞬间紧张了起来。我没有，你是第一个。还有，我成年了，有身份证。只有最后一句话说的异常流畅，这重点搞错了吧？我故意板起脸来，不是成不成年的问题，答应我，以后不要带陌生男子回家了。当我说完之后转身时，衣角又被拽住。那你不走，就不算下次带陌生人回家了。我叹了口气，不仅仅头疼跟少女之间的沟通障碍，更揪心于那份感同身受的孤独。可我也不是圣人，况且对面是无自保能力的少女，保不齐自己哪一刻真会爆发阴暗，烂掉的人生有一个就够了，至少别让蛆虫爬到别人身上。听我说，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人陪，可就算我今天留下，明天呢？后天呢？我需要赚钱养活自己，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我知道这句话很残酷，但你必须学会独自面对。看着那颗越垂越低的小脑袋，我意识到自己的话语有些重。你看，我又没什么富婆包养，自己都要饿死了，要不等我上岸再说。谁知这话让少女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她急匆匆推着轮椅进卧室，不一会儿就抱着个破旧的存钱罐出来。我包养你，就这么多，够几天？少女的声音越来越小，显然她知道这点钱连鱼都养不活，但仍然固执地举着存钱罐。看着少女孤注一掷的样子，我却不知道说什么，但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钱可能就是她最后的存款，若就这么放任不管，就算是饿死在屋子里都不一定会被发现。于是我严肃地问她，你父母呢？一定要说实话。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他们去了国外，奶奶也联系不上。少女被我的语气吓得发颤，但仍然磕磕巴巴地回答我。我心中涌出深深的无力感。见我迟迟没有反应，她又固执地举了举存钱罐。其实她的胳膊早已经有些酸了，但仍然紧紧盯着我。我买你2天，1天也行。人是不能买卖的。不能吗？但是妈妈总说要卖了我。少女的话像是生锈的钉子扎在心头，我恨不得把她的人渣父母暴揍一顿。而少女似乎从我的沉默中看出了答案，她压抑已久的情绪此刻彻底崩溃。对不起，
我害怕。豆大的眼泪滴在她毫无知觉的腿上。看到这一幕，我彻底懵了。停，别哭了，咱有话好好说行不？没曾想这句话像是按了暂停键，少女立马收声，可眼泪却依旧吧嗒吧嗒往下掉，甚至还撅起嘴来，反而更像一副我超凶的表情包。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才是罪魁祸首。最后我实在是没辙，得了，您老有啥事需要我做？我想吃饭。就这，老实说，在问之前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对方就憋出个拼饭邀请。不行吗？吃个饭多大事？你早说不就得了？家里还有菜吗？胡萝卜、鸡蛋。对了，电饭煲里还有饭。说完，少女突然怂怂地低下头。见到少女心虚的模样，我并没有多想，以为她只是社恐犯了。我二话不说就去厨房，准备做脑里已经想好的蛋炒饭。可进去后却发现，厨房除了个油烟机之外，只有角落里几个鸡蛋和已经蔫巴的胡萝卜，外加2个饱经风霜的锅，只能说实在是寒酸的让人心疼。但好在油盐酱醋什么的一应俱全，做个简单的黄金炒饭易如反掌。然而，当我信心满满打开电饭煲时，却发现里面已经长出一片灰色森林，而且底下的米饭硬的都可以当凶器。我深呼吸一口气，眼神已经开始寻找着罪魁祸首，却发现某个人偷摸转着轮椅，正准备溜回房间。你给我站住！少女身体瞬间僵硬，想逃又不敢逃，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少女的样子实在是把我气笑了。来，给我解释解释，这玩意儿叫隔夜饭，又没问是隔了几夜的饭。老实交代，这玩意儿到底放了几天？3天、4天。不是，您这手艺3、4天就能培育出这么标准的菌种？明明是电饭锅自己不听话。看到少女小声嘟囔的委屈啊，我只能当自己倒霉了。可锅刚洗到一半时，我猛然才意识到一个更可怕的事：你几天没吃饭了？2天。少女低下头，她的肚子很配合的咕咕叫。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原来这小祖宗就是饿急眼了。一想到这，我不敢怠慢，将锅碗刷得锃亮。而少女则乖乖在客厅等待，时不时冒个头往我这儿看，准确来说是盯着电饭煲。约莫20分钟后，我便端着一锅香喷喷的炒饭出来，却发现房间之中连个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少女却像是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个折叠桌和隔热垫。我将勺子递给她，少女迫不及待舀了一大勺，吹都没吹就往嘴里送。烫！急啥急？又没人跟你抢。随后我自己也尝了一口，感觉还行。岂料少女听到这话突然沉默了一下，然后埋头扒饭的速度更快。起初我还以为这孩子只是饿坏了，结果她吃到一半，少女却突然止不住流下眼泪，扒饭的速度却仍然没停。怎么又哭上了？该不会是锅没刷干净，给吃出毛病了吧？吓得我慌得一批，但少女却破涕为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解释：没事，就是我想到了奶奶，她平常也总是这么说。我正想再说点什么，却被一个充满治愈的笑容晃了眼。此刻我心中的阴霾被吹散了不少，不得不承认我有点小心动。不行，我甩了自己一巴掌，却将少女吓到。我安抚少女之后，决定等教会她生存技能就撤。于是我便问少女在哪里上学，毕竟按对方这个年纪，至少也应该读完了职中。可少女仿佛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低头琢磨很久才小声回答：中学，就上到了中学。因为同学总拿我开玩笑，我很难过，奶奶就不让我去了。但我其实能忍的。我长叹了一口气，长期待在家里与社会脱节，甚至就连唯一疼她的奶奶也离开了人世。别说正常社交能力了，搞不好心理年龄还停留在辍学那年。我明白她学业这块已经堵死，那社区补贴之类的，你家里之前领过吗？我不知道。正当我对少女的疑问3不知头疼时，少女突然打断我的思绪。那个，我能给你画张画吗？我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话还没说完，少女便转着轮椅溜回房间。我好奇地跟了上去，结果打开门的一刻，我震惊了，仿佛进入了一片被颜料铺满的奇幻星空。但在接近天花板的位置，仍然有一片留白。我猜那应该是轮椅够不着的极限。我超喜欢画画。一说到画画，少女眼里明显充满了自信，但我却无法想象在墙壁上作画对她来说得有多艰难。她只是开心地掏出自己的画本，眨巴着灵动的眼睛，在画着和我之间来回切换，不到半个小时就给我画好了一张画像。我从少女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画本，可看到画的那一刻，我愣住了。画中的我蹲在雨夜里，手里拿着一盆蛋炒饭，一只小白猫正扒拉我的裤脚，眼巴巴地看着蛋炒饭。我也没想到自己在少女的心中竟是这种形象。不过这只小猫又是从哪里来的？少女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光速抢回画本，但我还是发现她耳朵红的都要冒烟了。我才明白猫原来是她自己。我下意识往少女头顶看去，忍不住想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猫耳，却看见了一双带着疑惑和警惕的眼睛。少女身子又往轮椅里缩了缩，为了不让气氛尴尬，我只好赶紧转移话题。我能不能看看你其他的画？好，这是楼下的张奶奶，之前偷偷溜出去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张奶奶在楼下站着向我招手。还有这是李爷爷，是木匠，我之前的轮椅就是李爷爷帮我敲的。我继续翻动画册，发现那些形形色色帮助过少女或是产生过交集的人都被画进了这本小画册。这与其说是画本，还不如说是画风十分可爱的温馨日记。于是我灵机一动，掏出手机查看接单的插图价格，一单基本就30-50块，但对于少女来说也足够养活自己了。于是我在网上翻出一张 Q 版头像，询问少女这种头像她会不会画。少女微微的点点头，但她只会在纸上画，纸质版那可不行，至少得买个手绘版先练习下电子作画。好在我上网查了入门的手绘版，也就100来块钱，还是我能承担的范围，并且我家还有个吃灰的笔记本可以拿来凑合用。我有点担心少女没有手机，但好在少女说有。然而当我看到她从兜里掏出个
老古董，一个旧得不能再旧的小灵通时，顿时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个可以吗？手机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毕竟对于连饭都快吃不起的我来说，这项目试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还不保证少女能不能接到单子。说实话，这一刻我有了放弃的念头，但看到少女眼里仍存的光芒，我还是咬咬牙，去他喵的生活都活成这狗样了，还不能任性一会儿。突然之间，我就想起父母去世前曾租了套房子，虽然还有半个月到期，但3000块的押金应该可以退。明天再去社区问下少女补贴的事，然后自己重新找份工作。精打细算，带着少女撑1-2个月应该没问题，剩下的就是要看少女自己的意愿。你想要靠着画画自己赚点饭钱吗？听到少女肯定的回答，我瞬间轻松了不少，便打算先回去把老房子收拾一下。可离开时，少女再次揪住我的衣角。那个，明天你还会来吗？会。看到少女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哭笑不得。还好她不是提出什么过夜请求。那名字？夏天，你呢？秋旭。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电话给房东退押金。或许是得知我父母的遭遇，房东甚至还把剩下半个月的租金退给我。紧接着我又来到商业街，给自己找了个月薪3000的打印店工作。等忙活完，发现已经是中午了。这时我才想起家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蘑菇精，于是我火急火燎地往少女家跑。结果刚出电梯，就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意识到不对劲的我，拼命跑上去砸门。好在没一会儿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股黑烟瞬间从房间里窜出来。只见一只轮椅怪正在门口疯狂咳嗽，眼神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乱动。那个，你回来了。看到少女没事，我又惊又喜，赶紧跑进厨房，将那冒着黑烟的电饭煲给熄灭。等我掀开盖子，一阵无语涌上心头，锅里已经烧干到一滴水都没有，甚至锅底都烧成黑炭。我扭头就逮住了那只准备开溜的蘑菇精，你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本来想下厨一下的，又怕做不好被你看见，然后犹豫了好久，又忘了。我气得咬牙切齿，要不是自己来得及时，都不知道这姑娘要闯出多大祸。秋旭，你要是再下厨，信不信我把你炖了？见到秋旭委屈的样子，我也是瞬间没了脾气。走走走，一边遛弯去，一会儿做好饭了叫你。秋旭哦了一声，转着轮椅离开厨房。一顿饭过后，哦了一声，转着轮椅离开厨房。一顿饭过后，秋旭摸着自己微微鼓起的腹部，其实他吃的并不多，比常人少2-3倍，只是很容易就能吃饱了。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打趣的，看你小肚子都吃得溜圆了，要不要出去散散心消消食？秋旭乖乖点头，但反应过来后又迅速捂住自己的肚子。肚子才没有圆。我发现他说话虽然还是慢吞吞的，但起码没有先前那么卡壳了。于是我让秋旭把证件都带上，准备去趟民政局。结果听到民政局3个字，秋旭瞬间慌了。民政局？我们刚认识，这样不好吧？你这人小鬼大的，想哪里去了？我是让你把残疾证、身份证之类的带上，去问问你的补助发到哪里了，又或者有没有领过。我死死盯着这个轮椅少女，秋旭这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误会，现场气氛一度十分尴尬。我只好跑去门外等他，虽然我也不知道在逃什么，因为此时我已经搞不清楚，要说他像个小孩吧，起码还能秒懂民政局的意思，但很多常识又明显缺根脑筋，难不成就是个单纯的天然呆？总不能脑瓜子切开里面是黑的吧？一想到这，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就在这时，秋旭又小心翼翼地探出个脑袋，确认我还在，才明显松了一口气。快点出来，还搁那看啥看？再晚点民政局就要排队了，到时候要是我累了，就把你扔下去，我自己坐轮椅上歇着。你欺负人！秋旭明显是被吓到了，两只小手使劲扒拉着轮椅往外推。见到这一幕，我不禁笑出了声。周奶奶看到我后，二话不说就将我拦了下来。她满眼警惕地看着我，生怕这丫头被坏人骗了。见状，我赶紧解释，得知昨天是我救了秋旭。周奶奶的眼神似乎有点惊喜，打量着我说道：“小伙子，穷是穷了点，但好在人看着安分。只是可怜这丫头，奶奶去世得突然，而我这把老骨头也帮不了她多久了。”说完，周奶奶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脸色羞红的秋旭。见状，我连忙转移话题：“周奶奶知不知道秋旭的残疾补贴都发到哪里？”结果周奶奶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秋旭，你还记得奶奶存折的密码不？秋旭摇了摇头，那就麻烦了。于是我决定去银行帮他办张银行卡，到时候直接修改打款账户就行，也省得以后跑来跑去。于是我推着秋旭就往银行跑。一路上，秋旭不停转过脑袋往我身上瞄，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问我：“我是不是要有自己的存折了？”别想了，存折没有。看到秋旭欲言又止，我实在忍不住想逗逗这个姑娘。但是呢，好消息是你要有自己的银行卡，比存折方便多了。那银行卡贵吗？不贵，办一张也就10块钱。那银行卡贵吗？不贵，办一张也就10块钱。好贵，够我1周的零花钱了。你这零花钱是啥时候的？中学吧。我艰难地深吸一口气，又心疼了这姑娘一下。放心吧，以后我会想办法带你赚钱的，赚她个几十倍、几百倍零花钱。真的吗？秋旭抬起他那不太聪明的脑瓜，显然他对数量并没有概念，清澈的眼里只有对承诺本身的期待。然而一到人多的银行，他的社恐症再次发作。当工作人员问他要办什么业务时，他结结巴巴疯狂拽着我的衣角，像是在找什么救命稻草。于是我便暗示秋旭把证件通过小窗口递给工作人员，结果秋旭像投币似的把整个包都塞了进去，工作人员都看呆了。但好在最后还是很顺利的把银行卡办下来了，而且还顺便给秋旭办了个网银，这样他以后就不用每次取钱都下楼了。在去民政局的路上，秋旭始终把银行卡紧紧攥在手里，打量的同时还嘿嘿2声。见到这一幕，我忍不住打趣他：就一张银行卡而已，至于乐呵成这样吗？当心被什么人当成傻小孩拐走。你胡说，
我不傻，只有你说我傻，你才是那个坏人。听完我顿时一阵语塞，果然此时连路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赶紧下意识摸住秋旭的头，要是让他再说下去，估计我一会儿就要被抓进局子了。结果手摸到秋旭的瞬间，他立马就不吱声了，我这才发现行为不妥，赶紧松开手跟秋旭道歉，结果秋旭却反过来责怪自己，没关系。是我高兴过头了。此时我恨不得剁了自己不听话的手。刚才的秋旭太可爱了，让我忍不住多摸了他脑瓜底下。我稀里糊涂一顿解释，本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结果秋旭思考了几秒后，竟突然蹦出一句：“那你为什么要摸我脑袋？”我当场被这句直球打懵了。可看秋旭一脸认真坦诚的样子，思来想去，只好决定坦白，就觉得你像只小动物一样可爱，就没忍住。我假装不在意的扭过头，偷偷瞄了一眼秋旭的反应，却发现他居然只是哦了一声，然后把头扭过去，可实际上好像是在偷笑。但我并没有多想，还以为他只是因为被夸可爱而开心。没多久就来到民政局，此时排队的人已经很多了。秋旭看向四周喜气洋洋的情侣，突然好奇地问：“这些人是来结婚的吗？”“是吧？”我不敢多说，生怕又给这姑娘增加不必要的知识。结果秋旭竟率先指着不远处一对脸色阴沉的男女：“那他们呢？他们也是来结婚的吗？”“他们可能是来离婚的吧，当然也可能是办别的业务，我也不太清楚，要不带你去问问。”果然一听到要过去，秋旭立马怂成一团。你懂这么多，一定结过很多次婚吧？”“别瞎说，我可没结过婚，民政局我也是第一次来。”“那我以后也会结婚吗？”“会，也可能不会，得看你自己的选择。”“那我也能选择别人吗？”秋旭眼里冒出一丝希望，但很快又迅速黯淡下去。“那别人会选我吗？”听到这充满自卑的话，我突然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这些话是谁跟你说的？是妈妈。妈妈说我这种人能嫁出去就是福气。我觉得她说的对，要是真的有人愿意选我，我就满足了。秋旭的声音越说越小，紧紧抓着那身下支撑着自己的轮椅。我连忙俯身安慰他：“别胡思乱想，你很好，好到别人看到你都会感到惭愧。”“真的吗？”“那你看我现在不就惭愧到不敢看你了吗？”或许是因为心虚，我下意识地躲开秋旭的视线，结果秋旭若有所思后，又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我还以为是你不喜欢看我。”说不喜欢吧，有点违背良心，但如果说喜欢，事情就会往奇怪的方向发展。这下我是彻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好在秋旭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但他也没打算停止发问。“那以后我也会像他们一样离婚吗？他们都好难过，就像以前爸爸妈妈吵架一样。”“我不知道，说实话，我才刚刚失恋没多久，哪有资格回答这种问题？”想起自己一塌糊涂的人生，我自嘲的同时，心情也有点失落。然而下一秒，突然感觉有一只小手摸了我一下。“你不要难过，你的手很大，大到能一下子包住我的脑袋，就像小时候爷爷的手一样。爷爷是好人，所以你也是好人。”我忍不住笑出声。这姑娘奇怪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把好人跟手大联系到一起的？但不得不承认，自从认识秋旭后，我的心情也好了许多。很快就轮到我俩办业务，但这次我没有等秋旭开口，而是抢先向窗前的小姐姐发问：“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她的补贴问题，顺便更换一下打款账户，麻烦请出示一下相关证件。”我暗示了一下还在发呆的秋旭，秋旭连忙从包里翻出一堆证件，显然有了刚刚的经验，这次投币的动作自然了许多。可当工作人员问起为什么要更换账户时，秋旭又开始宕机了。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我，但又不想给我添麻烦，想主动说出口，结果憋了半天都没能说出口，明显看得出他还没克服内心的恐惧。于是我赶紧开口解围：“他奶奶前不久去世了，那请出示一下证明，然后把这份表格填一下，没问题再签个名就行了。”秋旭终于如释重负，乖乖拿起笔开始填表。可这份冷静没一会儿就被工作人员打破。“话说你们是情侣吧？要不要顺带领个证？现在结婚还送米面粮油，还赠一个盆跟鸡蛋。”我心想坏了，差点忘了这里是民政局，于是连忙解释两人只是朋友，同时也瞄了一眼身边的秋旭。殊不知秋旭此时已经满脸通红，要不是我及时叫停，他手里的笔杆子都要画出天际。临走前我顺便询问了工作人员，得知补助刚好过2天才发，我顿时松了一口气。虽然一个月只有1350块，但加上我那月薪3000的新工作，少女这个月起码不至于饿肚子。可离开民政局后，我发现少女还在纠结刚才的话题，似乎对结婚有什么迫切的需求。“因为奶奶说过，结婚之后就能有个人一直陪着我，我们会一起开心，还会在我摔下来的时候给我吹吹伤口，也会包容我的不足。”少女眼里满是憧憬，但我也发现这姑娘对结婚的所有寄托，就单纯的想要一个陪伴。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类型？总不可能随便找一个讨厌的人过一辈子吧？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但奶奶说过，遇到想要结婚的人直接骗回家，用厨艺征服他就可以了。不得不说，这家风确实挺彪悍。一想到姑娘那糟糕的厨艺，我忍不住对未来那个倒霉蛋开始默哀起来。而
秋旭也明显因为我的表情变得不自信了起来，但还是倔强的表示：“我一定能做得很好吃的。”是，我信，大不了就抓回来，让他做饭给我吃。听到这，我忍不住哆嗦一下，想起跟秋旭第一次相遇的场景，这听起来怎么像是点我名呢？但是看着姑娘傻傻的，也不像是有心机的样子。于是我试探性的补了一句：“这跟饿急眼了抓壮丁有什么区别？”没想到秋旭居然点头：“不是，你知道抓壮丁是什么意思吗？”就点头。李奶奶说，就是把年轻力壮的男人抓回家，然后吃嘴子。这老太太平时到底教了这个姑娘啥东西？看到秋旭耳朵微微泛红，我顿时意识到这件事变得复杂了。秋旭，你真的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知道，我不小了，该懂的都懂。秋旭脑袋越迈越低，但还是继续固执的解释。我也知道昨天带你回家是不好的，但是那时的你就像我一样，我以为你也需要人陪。刹那间，我呼吸停止，推着轮椅走了好远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姑娘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其实很有可能对她做些什么。但我只是想要一个人陪着我。秋旭自暴自弃的样子，简直跟当初的我一模一样。但是看着秋旭这个样子，我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旺了。谁告诉你需要人陪要这么做？难道你就没想到，如果遇到的是别人，你会怎么样？可是你没有。那是老子他喵的不敢，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垃圾。你以为白来的东西别人就会珍惜吗？别人只会当你是傻子。对不起，但你是个好人。秋旭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挨骂的同时还不忘给我发个好人卡。我实在是被气笑了，于是干脆直接问秋旭：“所以你是真打算抓我当壮丁？”最开始没有，就只是想找个人陪我。当我发现你是个好人，然后再来到民政局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说完，秋旭就再也没了声音。好在我还是反应过来了，这姑娘虽然看似啥都明白，但这些观念明显是出现了本末倒置的问题。她对婚姻的期待，并不是因为喜欢与冲动，单纯就是为了陪伴而想结婚。尽管我确实有点心动，但面对一个正在悬崖边的姑娘，趁虚而入的事，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于是我抬起秋旭的下巴，强行让她看着我的眼睛。我问你，你喜欢我吗？我不知道。你现在连是否喜欢一个人都搞不清楚就要结婚，你不觉得荒谬吗？眼看秋旭嘴角抽搐的都快要哭出来了，意识到话有点重的我挠了挠头。我不是答应过你不会跑吗？你为什么不在排除了陪伴的因素之后，花些时间了解我配不配，同时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再去做这些决定？还可以这样。听到这话，秋旭眼睛再次亮了起来，仿佛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我没好气地揉了揉他的头。废话，你只是腿不好，又不是要死了，还差这点时间吗？但秋旭却没有一点反应，反而脸越来越红。你怎么了？发烧了？太近了。反应过来的我赶紧退后半步，为刚刚大胆的行为道歉。可秋旭只是犹豫了一会儿，又小声说出让我心中一动的话：那如果我想明白了，你会选我吗？说完，秋旭忐忑地看了下自己的双腿，内心的自卑即将溢出到遍地都是。可下一秒，他的轮椅突然动了起来，是我加快速度推着秋旭往前走。走，买菜去。不是抓壮丁吗？反正都抓了，不用白不用。秋旭啊了一声，或许是想回头确认下我生气了没，但犹豫了好几秒还是没回头，最后嘿嘿地笑了2声，小声重复我刚才的话。反正抓都抓了。不得不说，这姑娘傻起来还怪可爱。我忍不住又摸了下秋旭的圆脑瓜，只不过这次不找借口，而是直接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你为什么又摸我的脑袋？我摸都摸了，你能怎么办？再说了，你都把我当壮丁抓了，我还不能摸一下？秋旭却微微抬起下巴，语气里的自卑少了些许。所以是觉得我可爱了吗？我操，这姑娘怎么越来越不好忽悠了？见我迟迟不肯回答，秋旭索性壮起胆子喊我。我觉得你也很可爱，那我可以摸你的头吗？秋旭满眼都是期待，而我脑瓜子却有些懵。这姑娘说话都这么直接的吗？而且她是怎么得出我可爱的结论？就在你生气的时候。你该不会有什么受虐倾向吧？要不要上医院治治？我不是，才没有。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才那么生气，所以虽然害怕，但还是觉得你好可爱。你还说你没有受虐倾向？我没有。你明明知道我最笨，你又欺负人，我不说了。秋旭一着急，说话功能又开始紊乱了，最后只能气鼓鼓的嘟起嘴巴。但此时我的注意力并不在秋旭身上，而是路边的一家手机店。我犹豫了片刻，叮嘱秋旭在原地等我，还是咬咬牙一头钻了进去。没一会儿就窜出来，将一个白色的小盒子扔给秋旭。这是给我的吗？秋旭呆愣愣地看着盒子，好久都没反应过来。当然，不然我进去干嘛？就当是我刚刚凶你的赔礼。我有点不敢直视秋旭，就像是青春期第一次给女孩子送礼物一样。太贵重了，我不能要。不贵，是最便宜的型号，反正贵的我也买不起。秋旭看着小盒子，明显充满了喜欢，但说什么也要把手机还给我。我干脆后退一步，站在秋旭够不到的位置，结果秋旭居然推着轮椅往我的方向追上来。我生怕他一不小心摔倒，只好继续忽悠秋旭。你这连做饭的壮丁都抓了，壮丁给你整个手机，好方便在你喊饿的时候赶回家。你想想，你不应该收着吗？是这样吗？是，包是的。再说了，你以后想赚钱还需要这个，大不了赚了钱再还我不就行了？经过我的一顿拉扯，秋旭最终艰难地收下手机，但他也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赚到钱了一定还给我。眼看时间也不早了，我重新推起轮椅，准备去买菜做饭。一提到吃饭，秋旭顿时来了精神，可下一秒似乎又想到什么，突然着急了起来。你不会是买手机给我，然后就跑了吧？不会。
那你会陪我多久？等你吃饱了再问。秋季的天色黑得快，透过阁楼的窗户，给人一种别样的宁静。秋绪满足地挺起微微鼓起的小肚子，伸了个懒腰，单薄的 T 恤下露出一截微鼓起的小肚子，伸了个懒腰，单薄的 T 恤下露出一截细白的腰线，那纤细瘦弱的身材在这个动作下一览无余。我总觉得这姑娘在我面前越来越自然了，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秋绪急忙捂住小肚子，看什么看？我盯着那巴掌大的腰部，喉结动了动。瞧你瘦成那样，能有啥好看的？瘦点好看。秋绪不服气地撅起小嘴，哟，还知道臭美？我被逗乐了。就你这身材，台风天出门都得抱着电线杆，有功夫不如多吃点。吃不下了，嘿嘿。秋绪揉搓着小肚子，笑容中洋溢着幸福，好像对她来说，吃饱饭就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真吃饱了？我再次确认。秋绪重重点头，眼睛突然亮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问？我一个机灵，抢先弹了起来。吃饱，那我就撤了，明儿个再来投喂你。你耍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一心只想逃避之前好不容易跳过的问题，会不会选择他？其实这事我心里门清，但就自己这副混得不像人样的德行，连自己都折腾不明白，拿什么给出像样的回应？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骨子里都刻着自卑，我又能比眼前这个傻姑娘好到哪儿去？但不可否认，这一刻我心中产生了浓烈的欲望。我想要钱，想要挺直腰杆的底气和能够随心所欲活一次的资本，但目前也只能想想。秋绪似乎注意到了我暗淡的眼神，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直到我甩甩头准备离开，他才脱口而出：你可以不走吗？我脚步一顿，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挽留了，但对于这个像只傻猫一样的姑娘，我总想提起更多的耐心。怎么了？这次什么理由？我侧过头，语气轻飘飘：你没地方住吧？秋绪想看着我，又不敢抬头。你咋知道的？我沉默良久，像是妥协般叹了一声：你臭了。秋绪小声嘀咕，我这才意识到，从昨天淋雨到现在都没换衣服，也忘了洗澡。我还是打算垂死挣扎，就不能是我这人邋遢？邋遢的人怎么会那么勤快打扫厨房？厨房都发亮了。停，你赢了。我彻底举手投降。那也不行，我继续强调，你有没有想过我住哪？总不能跟你挤在一起吧？就算打地铺，你半夜起来上厕所不尴尬吗？还有，你就真确定我不会对你有想法？我的语气软了下来，我明白你其实是在同情我。我知道了。秋绪很老实的点头，又反问一声：所以你是在承认你对我有想法吗？我差点被呛住，不受控制的后退一步。没想到这姑娘的进化速度有点快得过头了。我使劲揉着眉心，没敢当面回答，但也没否认。咱就是说，能不能别用这么清澈的目光盯着我，又以这种单纯的语气问出这种问题？你这样我会有负罪感。秋绪收回目光。那我应该怎么做？是，我承认你很漂亮，很单纯，有时候还有点气人，但又可爱的恰到好处，是个正常男人都会有想法。我上前2步蹲下来，认真看着他。但就因为是这样，我才需要更加克制，能明白吗？我明白的。秋绪乖乖点头，又歪头问：那是不是只要我先对你有想法，你就不会有负罪感了？我整个人都麻了，可就在发愣时，脸颊贴上了一阵清凉柔软的触感。等我回过神，只看到那张精致白皙的脸迅速缩了回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但他还是强撑着，倔强地看着我，似乎固执地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脸颊，然后疼得站起来。不是，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顾不得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了。我知道我很笨，对很多事情都稀里糊涂的，也不清楚喜欢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做。秋绪说的磕巴，但难掩认真。但是我很确定，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喜欢上你的。我这是跟未来的我借来了的，我这是跟未来的我借来了对你的喜欢，所以亲一下没问题吧？说完他就再也维持不住胆量，迅速埋下脑袋。我一下子哑了，脑子差点冒烟，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还能这样？能。秋绪很确定的点头。我都可以从你这借手机，以后等有钱了再还。那从我自己身上借来一点喜欢，为什么不行？老半天还是我教出来的是吧？我有种回旋镖砸在后脑勺上的感觉。反应过来后，赶紧打断：等等，这是一个逻辑吗？谁家跟未来借感情啊？房贷不就是？秋绪小声嘀咕，而且跟自己借还不用还，你这小聪明别全使在我身上啊！那我对别人又……秋绪冷不丁一歪头，不行，我下意识脱口而出就后悔了，直接给了自己一嘴巴。秋绪忍不住笑了出来，显然之前的话就是故意的，这会儿倒是不嫌臭了。我强行黑着脸，你这都跟谁学的？周奶奶。秋绪缩了缩脖子，反正壮丁都抓了，本来就是用来吃嘴巴的。正嘀咕着，身后传来一股推力，这丫头不知什么时候溜到我身后，正使劲推我。快去洗澡，臭臭的不好。秋绪虽然看起来很卖力，但力气真的不大。我象征性挪了2步，真要我住这，想好了。因为我仅挪了2步，真要我住这，想好了。因为我已经跟未来借到喜欢了，所以现在是我先对你有想法，你不用有负担。祖宗，这事儿真不是这么个理。我头疼着开始口不择言，未来的事你又说不准，你怎么知道借来的是喜欢还是讨厌？兴许过段时间我们就成了陌生人了。秋绪已经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我反应过来，自己刺中了他最薄弱的地方。可在我想说些什么时，秋绪竟先一步开口：那怎么证明？再来一下可以吗？你还上瘾了是吧？我差点没裂开，当场高举双手，我信了，行了吧？秋绪使劲点了一下脑壳，还有点小傲娇，但他明显也是听得进去话的，只不过听进去多少就不确定了。那你在这里住到
有房子住了，好不好？反正在哪里都是住。他眼巴巴地看着我，能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我的理由。我深吸一口气，拿他没辙的同时，也想要个理由说服自己。秋旭憋了好久好久，才糯糯的一口咬定：我不想你被人抢走。还真让你憋出来了。我艰难地咬下一个字：行。没骗我吧？秋旭睁大眼睛，我没敢看他，拿着角落的包裹冲进洗手间。我洗澡去，浴室门关上，传来冲水声，还有我的惨叫。我操，凉水！10分钟后，我换了身干净衣服出来，发现地板上轮椅痕迹已经被擦干净。秋旭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了地上静静等我。我用毛巾擦着头发，你把地板擦了，咋还从轮椅上下来了？秋旭见我出来，扬起脸，下来就能离你近一点。我只觉得心跳都停了一拍，这姑娘的直球打得得条活路行不？我强忍心跳，默默坐到她身边，发现手机盒正放在小桌上，连塑封都没拆。你就这么干等着？对呀，怎么了吗？秋旭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无法想象她的日常生活的多寂寞无聊，下意识看向身侧，这才察觉到这个一直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原来这么娇小。你就不会找点乐子解闷吗？这样干待着多无聊。我满脑子都是你坐在我旁边的模样，不无聊的。秋旭抬头仰视着我，那双流转着光彩的大眼睛一览无余。我总有种冲动，连忙转移话题，那就更要学会玩手机了。你看你都无聊出幻觉了，是这样吗？是，绝对是。我一口咬死不重要，玩手机玩手机。我拿起手机盒往他怀里一塞，秋旭捧着盒子翻来覆去研究，用指甲抠了几下，发现没动静，竟然直接上嘴就要咬。你就不会用钥匙捅吗？我扶额，好。秋旭听话的拿出钥匙开始戳，啪，包装盒应声而开，一块锃亮的黑色屏幕静静躺在。拿出钥匙开始戳，啪，包装盒应声而开，一块锃亮的黑色屏幕静静躺在里面。他小心翼翼的捧出来，大眼睛越看越亮。喜欢吗？我瞧他这模样，嘴角不自觉上扬。喜欢。秋旭晃悠悠仰头看着我，扑闪扑闪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喜欢就赶紧打开看看。我下意识别过头，心跳不争气的加速。这姑娘总爱把大招当平 A 使，被异性近距离盯着说喜欢的杀伤力简直堪比核弹。好在智能手机上手难度不高，开机引导教程就让秋旭摸清了基本操作。我好像学会了。他很开心的看向我，脸上写满了快夸我3个字。可以啊，挺聪明的。我没有吝啬夸奖，顺手就揉了这只圆脑壳。秋旭没有说话，既像是习惯了这种亲昵的动作，又像是被这种习惯吓到。他就这么呆呆保持原有姿势，直到我讪讪收回手，才重新开口。我可爱在哪里？我到现在都没习惯这姑娘的直球，而且我是真不明白她怎么做到顶着一张写满可爱的脸蛋问出这种致命问题的。我的逃避心理再次起了作用，开始胡言乱语。可爱就可爱在会炸电饭锅。秋旭蔫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着哄好了自己。嘿嘿，你觉得我可爱？别傻笑了，赶紧加个好友，然后睡觉。我急忙掏出手机，好友 QQ 吗？还是绿泡泡？秋旭很容易再次被带骗，你还知道这些？有 QQ 吗？还是绿泡泡？秋旭很容易再次被带骗，你还知道这些？我突然卡壳，不对，不知道才算不正常。可你这情况，知道微机课上同学们会聊这些。他掏出小灵通晃了一下，我也有 QQ 的。我看了一眼那个古董屏幕上的界面，发现是个已经停运的空壳，最后才把目光放在 ID 上。秋旭不会下厨，我现在会了。秋旭的脸色一下就红了，迅速把手机拽回，死死护着。是，我憋着笑，就只是不会煮饭而已。我会炒鸡蛋的。秋旭激动地扒拉着地面挪了一下，结果因为重心不稳，直接栽到了我怀里。让你嘚瑟，摔了吧！我的声音戛然而止，手悬在半空，不知道往哪儿放。这情况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最要命的是，这只姑娘在摔倒后一动不动地把脸埋在我腿里，就这么沉默到腿麻。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打算趴到什么时候？我想睡觉。想睡觉回你屋里去。我嗓子发干，声音都变了形。我没力气了，抱我回去好不好？秋旭小声呢喃着，自己回去麻溜起来。我假装严厉，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这姑娘在撒娇。那我就在这里睡觉。喂，你别耍赖，我受不了一点。先不说对方遭不遭得住，再这么做下去，我这腿明天估计别想要了。行，你又赢了。我咬牙切齿，秋旭别想要了。行，你又赢了。我咬牙切齿，秋旭偷瞄到我妥协的表情后，顺带悄悄伸出双臂，一副要抱抱的姿势。我裂开，我头疼又小心地将它捞起，调整成公主抱。这只装死的小猪仔太轻了，感受到那双已经自动抱住脖子的胳膊，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这点心眼真是全用在我身上了。我不管。秋旭下意识缩起来，将脸埋到我胸口，亲了抱了，你就不能走了，不然我会哭的。我心底一颤，长长叹了一声。都说了不会走了，你真不用这样。关灯，出门，门内露出细微的呢喃。晚安，夏天。光听声音都能联想到他傻笑的模样。晚安。我对着空气应了一声，一屁股坐在轮椅旁。这好友最终还是没加上。出门前我折腾半天，发现那刚充的10块钱话费，扣完欠费就剩2毛5，连个像样的流量套餐都没有。改天装个宽带算了。我盯着天花板盘算，铺开被子躺下来后，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真正在这里躺下来，我才切身感受到这姑娘的生活真的艰苦到了极致。洗澡的时候发现连个热水器都没有，冬天来了怎么扛过去？空调更别想了，整个屋子就一台老式电扇在角落里吃灰，杂念丛生。我辗转反侧了好久，跑去外面抽了好几根烟，才勉强睡下。直到天亮，我像感到了某种催命，想睡下。直到天亮，我像感到了某种催命符一样，带着心慌起了床。
床，慌张的一看时间，才6点。环视四周，重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这个陌生的家里，安静的蒸好饭，炒了菜，洗漱一下准备出门。可在握住门把手时，心里突然空落落的。我下意识看向身后那扇房门，那种空落感减轻了很多。我意识到自己漏了什么，迅速摸出便签写字。我没跑去上班了，饭在锅里，菜也做好了，够2顿。蹑手蹑脚跑到门前贴上，想了想还觉得不够，又写了几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才放心离开。出门第一时间联系装宽带的师傅，约好下午来一趟，然后直奔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正经的店面。8点整，我在店前望着紧紧关上的卷帘门，陷入沉思。倒闭了，又等了快1个小时，才听到熟悉的声音。哎，大叔，大清早的你搁这修仙呢？林乐在不远处提着早餐，元气十足地朝我呐喊：“老板，您这到底几点开业？10点了，提前1小时，够勤奋吧？”我只觉胸有一口闷气使不出来。对了，吃早饭没？一起吃点啊！林乐晃了晃手里的东西，又注意到地上一地烟头。不是，大叔，你1小时抽半包，不怕肺癌吗？先进去吃饭吧。我默默把烟屁股塞进鞋底。吃完饭后，这个老板竟然直接拉着我打起了游戏。入职2天到现在，我压根没做任何正事。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让我如芒在背。那个老板，要不咱做点正事，不然我心里有点发虚。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正事？啥正事？你虚啥？”我是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硬着头皮说：“我就是担心身为员工创造不出价值，会被辞退。”就这事儿？他摆着手指跟我解释了一堆注意力、经济、情绪价值的概念，然后直接扫码给我转了3000块工资。你不就是担心没钱拿吗？这个月工资先发上。林乐把手机撇到一边，我卡壳了好久，为啥非得是我？便宜好用呗，还傻乎乎的。林乐眼睛闪闪发亮。对了，我发现你还是个养成系，挺有意思的。接下来的日子里，林乐带我去买衣服、做头发，硬是把我从一个邋遢的社畜折腾得精神了许多。在商业街上，我还意外遇到了前女友苏雨，她看到我身边没人，就苦心的以为我在蹲守她。正尴尬时，林乐提着雪糕闪现进场，用绿茶枪直接开怼。哟，都前任了，还搁这演正宫呢？他暴力拆开雪糕怼进我嘴里，挑衅的眨眨眼。这可是我养的忧郁系小狼狗。苏雨被怼得说不出话，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走了。谢了，我尴尬的挠头。基操，都哥们。林乐潇洒甩手，又凑近。不过你眼光也不行啊，既然看上个捞女。我捂住脑袋，已经开始痛苦了。得，不戳你痛出来。回到店里已经是中午，等打印机到了，你可要好好干活。好嘞。我一听到干活2字，瞬间精神抖擞。随后我开始陷入沉思，也不知道家里那个姑娘有没有好好吃饭，会不会闷坏了一个人跑出去，回去晚了会不会又认为我跑了。思绪纷呈间，我悄然意识到，我好像跟她相处的时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不知为何，这个念头让我莫名想要逃避。下班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家，而是赶往之前租的房子，把衣物、洗漱用品和旧电脑搬了出来，拉着行李箱回到小区。远远看到周奶奶正在前方招手：“小伙子，你回来了，你老溜达呢。”我硬着头皮回应。见到这老太太就有点浑身发怵。走到楼前，我猛地怔住，一颗熟悉的脑壳从楼道口鬼鬼祟祟探出来。见到我又像小孩玩捉迷藏般缩了回去。我装作没看到，若无其事地往电梯口靠。经过拐角时，一只小爪子悄咪咪伸出来抓住我的手背。你怎么下来了？我装出惊讶。周奶奶说。秋绪磕磕巴巴的，脸蛋逐渐升温到耳后根。男人在下班的时候看到老婆在等，会很开心。我这是在提前练习。我眼前一黑，坏了，电子王出手了。你不开心吗？见我不说话，秋绪小心翼翼瞄了我一眼。开心。我发现自己移不开视线了。那我现在是老婆了吗？我一拍脑门，果然这二货把开心跟老婆画了等号。谁告诉你这个逻辑关系是这么分的？还有谁让你一个人下来的？摔了怎么办？我疯狂揉他的脸蛋。秋绪仅仅是一句话就彻底给我干哑火了。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是担心，当然担心。我难得坦率，那个楼梯没啥保护措施，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我应该会很难过的。对不起。秋绪埋下脑壳，没必要道歉，我会尽快想办法装个升降椅。在这之前，耐心等等好吗？秋绪重重点头。我只是想你了。我下意识捂住眼睛，这姑娘有时候真的被猎过头了。你别说这不懂喜欢之类的话，却处处往勾人心弦的死角打直球。我也挺想你的。我尽可能语气轻飘的说完，自己都恍惚了。真的吗？秋绪亮晶晶的。回家你有好好吃饭不？我的勇气已经耗尽，再次逃避话题。吃了。秋绪拍拍微微鼓起的小肚子，宝宝的。背着她往电梯里走，心思明显漂浮。待会儿联系装宽带，可还没说完，秋绪的声音就在电梯里响起。我们现在算不算是情侣？我太阳穴直跳，那句冲动的是在喉咙里滚了3圈，最终变成了我不知道。那情侣之间应该是怎么样的？大致是一起吃饭，一起腻歪，还有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之类的。我说完差点给自己一巴掌，因为这些因素好像都快站齐了。眼看秋绪越来越有想法，我赶紧补刀，最重要的是相互喜欢。秋绪又耷拉下去。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咱能问点人能回答的问题不？再说这问题你自己都搞不明白，还好意思问我？离开电梯后，秋旭缩了缩，语气笃定：“我可以借的。你当这是花呗啊？你也去借点呗。进去待着吧你，我买菜去了。”我撂下一句，关上门，点上一根，手都在颤抖。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但是扪心自问，自己似乎也喜欢上了他，可是配吗？当这个问题再次从心底升起时，不知为何，那刚到手的3000块工资，竟然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喻的底气。3000块就能让一个人飘，可转念一想，之前我一个月几千块，不还是照常谈了恋爱？不管了，越想越憋闷，我整个人直接物极必反，哈个锤子，亲都亲了，抱都抱了，盖了章了，还能让他跑了不成？栽了我也认了，比起再纠结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想想怎么把日子过好。事态既然已经失控到这种程度，已经不是我想抽身就能抽身的了。况且人家一个姑娘都能提起勇气做出那些事，自己再怂下去，岂不是纯枉吧？买菜路上，我已经提前给装宽带的打了电话，等宽带装好，秋旭社恐的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直到小哥走了才悄咪咪开门。当初抓我回来的时候，咋不见你这么怂？那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了？你好看，是我喜欢看的那种。今天更好看了。合着你是见色起意？秋旭急得胡说八道。我不管，反正我抓到了。行啊。还学会耍赖了，我调侃一声，给他连上 WiFi， 帮他下载了聊天软件。QQ 刚登录就炸出一堆消息，都是他那个朋友发的。最早的消息追溯到好几年前，最后一条是半个月前上香。夏天划拉着屏幕看完，手指悬在键盘上发抖。好朋友，我轻声问，他颤抖着点头。好朋友是同学，我走的时候没来得及跟他道别。这样，我陷入沉思。见我不说话，秋旭一下子慌了。她是女的。你别不要我！你这么紧张做啥？这一看就是女的。我看了一眼对方的辣眼睛表情包头像，秋旭支支吾吾打了半天字，发出去一个字。对面炸了。6年了，好不容易诈尸，就给爷回一个字。秋旭又打了一条。对面彻底哑火。然后秋旭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一字一字戳。我捡了个男人，他给我买了手机。我默默放下了刚抬起的手，算了，毁灭吧。这俩加在一起都拼不出半个正常人。那之后的日子，我和秋旭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会在睡前絮絮叨叨说些甜到发腻的话，然后在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时就睡着了。他会在我怀里偷偷画画，把我和他画成铲屎官和小白猫。他会在我生气的时候怂成一团，却又倔强的不肯让步。我们也吵了几次架，最严重的一次是他又一次说出你可以走的，别让我耽误你。我当时火气直接冲上来，把他训了一顿。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一样在配不配这个问题上反复纠结。吵完架之后，我们反而更亲近了。就像周奶奶后来说的，不吵架，两个人是没法真正融洽起来的。我带他去了医院检查腿，医生说是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如果当初及时治疗，他到现在应该跟正常人差不多。而干细胞治疗的完整疗程需要10到20万。秋旭当场就说不治了，说有我就够了。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告诉他慢慢攒就是了。而在赚钱这件事上，我给秋旭买了手绘板和手机，帮他注册了约稿账号。没想到他刚传了视图，就有人来约稿，传了视图就有人来约稿了，是一个写小说的扑街作者，想找人画角色头像，50块一单，虽然不多，但对秋旭来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赚到钱。他拿到稿费的时候，整个人开心的像吃了蜜。夏天我赚到钱了，他把手机举到我面前，40块钱的稿费明晃晃挂着，真棒。我揉了揉他的脑袋，嘿嘿。秋旭傻傻乐着。那可以换一个称呼夸我吗？啥称呼？我装傻。要喊老婆，不是小老婆，要听老公夸夸。我们盖章了的。我被他逗得不行，但还是红着耳根叫了出来，老婆真棒。秋旭的眼睛一点点睁大，然后扑进我怀里，甜腻腻的哼了一声。老公，是你厉害，帮我找到了适合的方式，谢谢老公。我这边也没闲着，林乐给了我一个素体，我才想到可以用正版软胶改造成可活动模型，做成自媒体内容。我去找了大学室友陈亮，在他那个五金店里买齐了补土、喷漆和颜料，又搬了台旧电脑回家。秋旭对模型制作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在不到半小时内就帮我解决了好几个技术难题，还用水彩笔给模型上了色。这样可以吗？他忐忑地仰视着我，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把他搂进怀里，秋旭趴在我怀里画画，画的是我们的日常。一只圆脑壳的小白猫赖在铲屎官身上，铲屎官假装嫌弃，却偷偷在笑。他给自己的账号取了个名字，楼阁上的夏雨秋，夏是我，秋是他。他把我们俩的姓写了上去，在他房间那面残缺的星空墙上，画着一条在星河中自由游弋的鱼和一只困在地面上拼命想要跃入星河的螃蟹。他把自己画成了那只螃蟹，渴望自由，却困在原地。当我把这幅画看懂的那一刻，我的喉咙干燥到发痛。你看到什么了吗？他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平淡。看到了鱼、螃蟹、星河，还有那些很少但很亮的星星。他笑了，像枯木逢春，像冰河解冻。夏天，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我也是。我在恍惚中回应，然后他就在我怀里睡着了。犹豫片刻，我忍不住拨开他的头发，在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才小心翼翼抽出手，关门离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秋旭的约稿越来越多，他开始学着做动态表情包，把我们的故事画成连续剧，铲屎官和小白猫的日常。我也在摸索着做自媒体，拍摄模型改造的过程，剪
辑成短视频，摸索着做自媒体拍摄模型改造的过程，剪辑成短视频。虽然数据还很惨淡，但起码迈出了第一步。有一天，林乐突然在工作日把我叫了过去，说有急事。我跟秋旭道别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扒着门框嘱咐：你还会回来吗？你要实在怕我跑了，我就在家待着呗。我晃着手机笑：你快去，早点回来。到了店里，林乐一脸神秘地告诉我，他决定把我养成一个真正的玩家，不只是做模型、拍视频，而是帮我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赚钱思维。你的目标是啥？能躺平安稳摸鱼的那种。照你这目标，你这辈子都等不到安稳的那天。林乐开始给我上课，从点卡理论到第一桶金，从注意力经济到开辟赛道。你不是也有喜欢的东西吗？为啥大学学这个？我犹豫片刻，说了小时候痴迷特摄模型的事。搞半天，你也是个二次元。这事儿唯独你没资格笑话我。我突然眼神一厉，林乐怔了怔，多看了我2眼，把手里的素体丢给我。自己研究，难不成啥事都需要我提醒？回家路上，我一边摆弄素体，一边想，这个老板是不是早就看到了这一步？而与此同时，秋旭和林乐，也就是他那个朋友，在手机上聊得热火朝天。秋旭把我们的故事，他那个朋友在手机上聊得热火朝天。秋旭把我们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括他是怎么在殡仪馆附近偷偷观察我，怎么买了把伞，鼓起勇气递到我头顶，怎么用各种理由把我骗回了家。林乐听完差点没从沙发上弹起来。而我完全不知道的是，秋旭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和我那个不靠谱的老板其实是同一个人。有一天，周奶奶摔伤住了院，我带着秋旭赶到医院，看到周奶奶躺在床上打着石膏，秋旭的眼泪当场就决堤了。周奶奶，我来了。他使劲转着轮子靠近，周奶奶把一个存折塞到了我手里。我后来才知道，那里面存着秋旭奶奶这些年攒下的钱，还有周奶奶添进去的，总共将近3万块。秋旭看到存折后哭得撕心裂肺。之前明明说没钱给他治病的，可是明明就有钱啊！我一时间找不到任何安慰的话。后来，秋旭做了一个让我没想到的决定，他把存折递到我面前。你来决定怎么用？给我干啥？这是你的钱。我管不好，是你在养我，应该给你管的。这是我对你的寄托，也是我的认可。虽然不知道我的认可对你重不重要。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接了过来。行啊，我笑着弹了下他的脑壳。那你可别反悔。秋旭急急忙忙把轮椅往后退，像是要躲着那个存折。你才是，不准反悔了，不然我会生气的。他小傲娇的高高别过脑袋，故作凶狠的哼了一声，结果更像撒娇。我也不反悔。我把存折收好，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也许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是在那个夜晚，有个坐着轮椅的傻姑娘，颤颤巍巍的举着一把伞，想要给我遮雨。秋旭趴在我怀里，小声嘟囔：夏天，我们的故事我要一直画下去，现在的，以后的。不管变成什么样，都要一直画下去。好，我揉了揉他的脑袋。窗外，秋天的风渐渐凉了，但怀里的温度刚刚好。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秋旭像只小动物一样窝在我胸口，呼吸均匀。手机震了一下，是林乐的消息。今儿个有没有事？没事速来，干完支票给你转正。我看了看怀里的傻姑娘，又看了看手机。第二天一早，我做好饭，贴好纸条，出了门。秋旭扒着门框，甜滋滋的嘱咐：老公，早点回来。直到了我头也不回，嘴角却已经咧到了耳根。骑着共享单车往店里赶的路上，风灌进衣里，凉飕飕的，但胸口是暖的。到了店门口，卷帘门上贴着张别着急，也正在路。这张别着急，也正在路上。旁边还画了个箭头，指向一个小板凳和一个狗盆，上面立着个小牌子，夏天专用。旁边还有歪歪扭扭的一麻袋花生。我沉默着，用死鱼眼盯着狗盆，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个讨口子。10点多，林乐才姗姗来迟，手里提着加量版早餐，整个人没了那股牛劲儿。哦，大叔来得挺早。所以您这又是咋了？爷被人暴击了。林乐炸毛，说她被闺蜜的恋爱消息刺激的一晚上没睡好。我一拍脑门，大致捋清了，挂出魔怔，被人刺激了。吃完饭，她拉着我去了网吧，又是一通吐槽加发泄。白天上班，虽然这个班更像是陪老板打游戏加聊天，下班后回家做模型、拍视频，照顾秋旭。秋旭也没闲着，他的画技在飞速进步，约稿越来越多，还开始研究怎么做动态表情包。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折腾，有时候甜得发腻，有时候吵得天翻地覆，但每次吵完都会比以前更进一步。他会在我生气的时候怂成一团，又会在我低落的时候用最笨拙的方式来安慰我。我会在他自卑的时候耐心开导，又会在他偷偷作死的时候气得想把他扔出去，但每次都舍不得。有一天晚上，秋旭趴在画板前赶稿，我在旁边打磨模型，他突然转过头，用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夏天，我想闹脾气。我看了眼他的屏幕，画着一个躺平的铲屎官，远处是只孤零零趴在画板前的小猫，周围画满了阴影线条。我笑着把他搬到自己身边，让他靠着我继续画。秋旭立刻安静了，还偷偷在猫脑壳上补了个星星。你忍不住了吗？早就忍不住，我把他翻个面捞进怀里。秋旭像受惊的小猫仔，举着笔，圆不溜秋的眼睛一眨不眨。但是不行，等你能站起来，能反抗，能逃跑，等你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等你彻底抛开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等你不再自卑，那时的认同才是不带着裹挟的从容。我不是不愿意，而是在你最自信的时候才会允许自己碰你，这是责任，也是尊重。秋旭微微张开嘴，眼中似乎流转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悸动。他就这么出神地看了我好久，然后重重点头。夏天，谢谢你愿
愿意这么对我。这有啥好谢的？我弹了下他的额头，就要谢。我能感觉到你很珍惜我，比我自己还珍惜，就像奶奶一样。如果奶奶能知道我遇到了你，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吧？会吧？一定会的。窗外的风又凉了几分，但我怀里的温度一如既往的暖。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秋旭说他要把这一切都画下去，现在的以后不管变成什么样，而我也在想着怎么把日子一天天过好，为了他也为了自己。至于未来会怎样，谁知道呢？但起码现在我不想放手，也不会放手。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是林乐的消息。喂，明天有个大活速来，不然扣你花生米。我看了看怀里已经睡着的秋旭，轻轻把他的头发拨到耳后，然后回了条消息来。一路上我越往前走，心里越发虚得慌。明明昨天已经答应秋旭，今天要带他去医院看望周奶奶。昨晚临睡前，两人还窝在被窝里商量了半天钱该怎么花，甚至约好顺路去书店给他买学习版会的参考书。在我一番连哄带骗，不对，是循循善诱之下，总算让那丫头狠下心，把她现阶段赚的钱都用来提升自己。只是这样一来，维持生活的担子又全压在了我肩上。虽说秋旭每个月还有1000多补贴金，外加那张烫手的存折兜底，但我知道这钱不能乱动，补贴金得留着应急。至于存折上那近3万块，更是碰都不能碰。先不说秋旭奶奶的那一份，就算存折到了我手上，那也是秋旭本人才有资格支配的。最要命的是，里面还有周奶奶偷偷塞进去的1万多，这笔钱至少得等问清楚缘由，跟周奶奶当面聊过之后，才能决定是留着还是还回去。可问题是我放鸽子了，如果一切是还回去，可问题是我放鸽子了，如果一切顺利，其实今天就有可能把这些事都尘埃落定，就只是为了我所谓的前程。虽然这份工作从头到尾都透着不靠谱，但我还是在心里偏向了这边，因为我清楚自己现在究竟需要什么。眼下这个经济困局，恐怕只有那个富二代老板能给我答案。可明明已经做出了选择，往上班路上走的每一步，脑海里都不断闪回初见周奶奶的画面，她焦急寻找秋旭的模样，给我们送饭时的笑容，病床上还惦记我们吃饭没有，最后那个扭头感人的手势，我做错了吗？我苦笑着摇头，但愿能早点回去带她去一趟医院吧。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店门口，直到踢到那个装着烟头的狗盆，我才猛然回神，一抬头就看到沙发上摊着一整条人形咸鱼，林乐顶着一头炸毛，挂着黑眼圈，正用充满怨念的眼神死死盯着我。推开店门走进去，两人大眼瞪小眼，愣是一句话没有。我硬着头皮搭话，老板突然这么着急喊我过来，是出啥事了？林乐跟丧尸变异似的扭曲了半天，勉强直起上半身，又啪叽塞了回去。他把脸埋进抱枕里，声音闷闷的：“别逼逼，先让我闲一会儿。”饭呢？我瞥了眼空荡荡的桌子，这话像触发了什么开关，林乐瞬间炸毛。我正烦这个啊！他发出一串嚎叫，又把脸砸回抱枕。卖早饭的奶奶今儿没出摊，我正在等外卖呢。这附近早餐摊不少吧？咋就认准那家了？你管我？好吧，我就是有点担心，那老太太心脑血管有问题，好多年了。每次不出摊都是进了医院，也不知道这次。我不自觉地叹气，刚经历过周奶奶的事，紧接着联想到父母，让我对这种话题格外敏感。要是世界上能没啥疾病就好了。林乐把眼珠子提溜过来，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咋了？我被看得心里发毛。没事，不过能从你嘴里听到这种天真的幻想，大叔，你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外卖到了后，两人埋头干饭，直到最后一口扒拉完，我才切入正题。所以今天突然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林月表情一僵，话到嘴边又卡住。眼见我的眼神越来越狐疑，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拽起我，少废话，跟我走就是了。两人穿过街道，拐进一条老旧的胡同，胡同里挤满了挂着褪色招牌的小店，路边摊上热气腾腾，穿着工装的工人们三三两两的坐在矮凳上吃早饭。林乐一走进胡同，就有人热情的打招呼，他笑着摆手：“吃过了，吃过了。”脚步不停，他指了指胡同深处一个空荡荡的角落，那就是老太太平时摆摊的地方。我顺着看去，只见几张折叠桌椅被麻绳捆得严严实实，塞在墙缝里，连个招牌都没有。没想到你在这儿人缘这么好。那当然，中学那会儿就经常来这里吃饭，一来二去就混熟了。那个收摊的老板也是以前认识的。周老太太啊，她以前就住在这里的。听到周这个姓氏，再联想到那熟悉的味道，我心里那股异样的感觉越发强烈。林乐自顾自地继续说：“我以前有个朋友，放学后总在这儿等他家人下班，我跟着来了几次，就习惯这里的味道了。后来大学毕业，在隔壁街开了家店，发现老太太已经搬走好久了。好在毯子还在，味道也没变，价格这么多年来也没变。直到有一次老太太连着好几天没出摊，再回来时，我才知道她身体越来越差。那你知道那个老太太现在搬去了哪里吗？阳光小区。阳光小区，那就是秋旭现在住的地方。一切都好像对上。如果周奶奶的身体本来就出了问题，那么她那不惜用一些昏招来撮合我跟秋旭的行为，或许在老太太眼里，这一切可能真是在安排身后事。我越想越心慌。昨天老太太那萎靡的状态，大概率压根就不是因为摔倒导致的，摔倒可能只是一个结果，而且老太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秋旭才搬到那个地方去住的。可她完全没必要把摊位开到离家这么远。我的目光扫过胡同里排队的工人们，忽然明
明白了，队伍的最前方是几家人力公司，他们焦虑地站在原地，等着有活安排。我的父亲等着有活安排，我的父亲以前就是其中的一员。老太太依旧坚持大老远在这里开摊的原因，估计是心里放不下这些人吧。继续往前拐过几个弯，林月停在一家油坊前，一个大爷正弓着腰拉着磨盘，汗珠子顺着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滴落。林乐熟络地跟大爷打完招呼，要了一麻袋花生和一袋花生酱。算账的时候，大爷报了个明显偏低的价，可林乐竟然还不乐意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150加15，明明是315才对。说完，飞快地拍下300多块钱就往外窜。我目瞪口呆地扛起那死沉的麻袋跟了出去。这玩意儿少说7、80斤，抱起来比秋旭那丫头还沉。回程路上，林乐又跑进一家便利店消费了一番，出来时小声嘟囔：“可恶，大姨居然买了个计算器。”我差点被烟呛着。这老板当初为啥要节目？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大概是对所有出现在他眼前显得困难的人做出了同样的事。老板，您这一时兴起，到底兴起过多少回了？闭嘴，就是一时兴起，跟喂路边小野猫一个性质。敢做不敢认是吧？赶紧把东西给我扛回店里，然后立刻马上消失。爷今天不想再看见你了。到了店里，林乐一拍沙发，回去就给你转正。我瞬间觉得当个苦力也挺值。忙活了2个多小时，我把他要的傻瓜包素体模型搞了出来。林乐满意的拿着新鲜出炉的素体，脸上乐开了花。转正工资想要多少？6000、7000、8000。他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我最终报了4000。虽然觉得德不配位，但多1000块，我和秋旭就能从顿顿抠搜升级到顿顿吃饱了。林乐虽然一副看傻子的眼神，但答应的异常爽快，又顺手给我打印了几个素体当福利，我便欢天喜地的出了店门。走出去没多远，手机震动，屏幕上跳出一笔1000块的转账。我盯着那数字愣了半天，又低头看着手里攥着的2个素体，终究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了下去。然而一种莫名的心悸感悄然爬上心头。林乐他那毫无边界感的随意举止，今天几乎贴在我后背上的触感，虽然他可能只是把我当成了兄弟，但我终归会忍不住乱想。我猛地抬手给自己扇了个响的，你他妈在想些什么东西？你配吗？就算把配不配扔一边，你对得起家里那个傻丫头吗？唯有秋旭那个傻子，我宁愿把自己碾碎成渣，也绝不允许自己去伤害他分毫。到了楼下，已经是下午2点多，放了秋旭鸽子，对林乐动了心思。这些念头像石头一样压在心上，可一想到家里那个傻乎乎等我回去的小笨蛋，心里就莫名发慌。我拼命按下电梯按钮，一到门口就砸门，可屋里死寂一片。我满小区找人，最后问到门卫，才知道秋旭大概1、2个小时前打了个车走，好像有个老爷子一起上的车，应该是跟李爷爷去医院，可他连句话都没留。应该是跟李爷爷去医院，可他连句话都没留，太反常了。等等，欠费，能给他充话费吗？我简直要被自己蠢哭了，赶紧充了30块钱，按下拨号键，电话那头传来微弱又带着哭腔的声音：“夏天，我欠费了，出门后想给你发消息的，发不出去，对不起。”没事，在就好。我整个人松了口气。你现在在哪儿？在医院。收奶奶，她走了。这几个字像冰锥，瞬间把我定在了原地。秋旭没有哭腔，没有崩溃，只有一种极致的平静。是李爷爷告诉我的，让我来见最后一面，现在正在办手续，准备火化。你要来吗？等我赶到医院，一眼就看到秋旭坐在床边，2只手紧紧攥着周奶奶已经冰凉的手。他转过脸，那双红肿麻木的眼睛在看到我的瞬间轻轻颤了一下。你来了？不用再硬撑着了。他终于扑进我怀里，无声抽泣起来，直到天黑，送走了李爷爷，从火葬场捧出骨灰盒，秋旭的情绪才稍稍平复。可他问出的问题更让人窒息：对我好的、喜欢我的人都会离开我，你有一天是不是也会离开我啊？我想立刻回答，话到嘴边却莫名卡住，半开玩笑地说：人哪有不死的？我比你大这么多，怎么算也肯定是我走在你前头吧。行了，别瞎琢磨了。我赶紧打断，一把推起轮椅，走，带你去海边。一路向北，风越来越大，秋旭蜷缩在轮椅上，身子微微发抖。我把外套罩在他头上，他不舍得想递回来，我打断的干脆利落，披着。你心里头啥样我管不了，但起码把身子暖起来。到了灯塔附近的桥上，我把轮椅转向大海，秋旭打开骨灰盒，一捧接一捧的把骨灰撒进海里，动作越来越快，像在田里撒种子。你不留点儿啊？我就是不想让奶奶再替我操心了。最终他还是留了一小撮。后来我带他去了沙滩，抱着他让他的脚丫子触碰海水。我站起来了。秋旭眼睛瞪得圆圆的。原来站起来是这种感觉，原来我只到你脖子下面。那一瞬间，我清晰意识到他不带一丝自卑的模样，是多么令人着迷。或许只有等到他真能靠自己站起来的那天，才能改善大部分问题。不许笑。好，月光下，2人像2尊依偎的雕塑，静静站了很久。我想去海里，一步步带我过去，好不好？我搀扶着他，半抱着，顺着他微弱的力道，一步步向前。在这短短10几步的距离里，2人之间那无形的距离感正飞快消散。来到海水边，秋旭费劲的把脚伸进去，冻得整个人一激灵，却开心的不行。夏天，我想再往里走一点。这会儿又不嫌冷了，我没好气的给他拽裤腿，一步又一步，直到海水淹没他半个小腿肚。你会离开我吗？你会离开我吗？不会。那如果有别人更好的人呢？不会。
那如果她很漂亮，能帮你很多忙，个子也高，对你特别好，还特别有钱呢？就算真有这种人，轮得着我吗？秋旭的眼眸暗淡下去，我脸上的笑也僵住了。我后知后觉的想起，好像还真有这么个人，绝对不会。秋旭沉默片刻，突然伸手推在我胸膛上，我猝不及防往后倒去，双手本能的死死抱住他，两人一起摔进海水里，一股冰冷的海浪毫无预兆的拍来，将两人拽入水下。可在闭眼的那一瞬间，他那笨拙又无比主动的吻，将我彻底拖入沉沦之中，直到肺里的空气被压榨殆尽，浪潮退去，我弓着被剧烈呛咳，手忙脚乱把秋旭拽起来。我好像上瘾了，可以再来一次吗？够疯的，走，回家。回到家，轮番洗完澡，秋旭钻进我衣服里贴着我，傻傻的笑着。我们聊了很久，关于未来，关于结婚，关于他想学做饭，想下楼等我下班，想拉着我到处跑的种种幻想。等我能走了，你会更喜欢我吗？不管什么样子，都一直喜欢。那我想治腿了，好不好？好，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秋旭的约稿越来越多，我也在摸索自媒体。有一天，林乐突然喊我去漫展，他把我从一个邋遢社畜折腾成了个偷税哥造型。漫展上，林乐cos 成18号，我则被当成了严风麒麟。还真有人来找我集邮，要求我摆出愉悦的表情。中途有个男生试图搭讪林乐，我下意识挡在了他前面。吃午饭的时候，一个粉色头发的女孩凑了过来，递过一个橘子，要吃橘子吗？我总觉得这人眼熟，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直到他开口：“你也进这个圈子了呀？你是沈念，你把我忘了。”记忆像被拽回了遥远的过去。沈念，中学时那段只有1周的初恋，因为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吻开始，让当时一穷二白的我陷入了自卑和恐慌，最终稀里糊涂的断了联系。他现在看起来过得不错，买了房子，甚至暗示想包养我，但我只说了一句都过去了。林乐在一旁吃瓜吃得津津有味，事后疯狂八卦。我坦白了过去的故事，他听完感慨：你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不够下流，而真正搞创作的人，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所以你说的下流，是指我这性格？你这辈子都报复不了。想干成一件事儿，其实就是心想事成，找到你想干的，去干。然后干成。你呀还有个屁的拦路石，嫌自己不够累，非得上赶着找呀。回家的路上，我心里翻涌着各种感慨。到家时，秋旭像只小猫一样趴着门框等我。那之后的日子，秋旭像只小猫一样趴着门框等我。那之后的日子，秋旭的画技飞速进步，我也在捣鼓模型和自媒体。可好景不长，有一天早上，我被咳嗽吵醒，浑身发烫。秋旭一晚上没睡，用浸湿的衣服反复给我擦额头。更让我意外的是，他偷偷拿起我的手机，给林乐发了消息请假。对不起，我不该擅自替你做决定的。那就当是交换了，拿你一晚上的付出，换你替我做决定的权利。我可以吗？你都熬了一晚上照顾我，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他笑了，然后端来了他第一次独自做的炒鸡蛋，虽然颜色深了点，但加了生抽，味道竟然还不错。真的好吃吗？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秋旭小心翼翼尝了一口，表情一松，之后紧绷的身体也垮了下来。病好之后，我带秋旭开始做康复训练，他怕得要死，但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有天下雪了，我背着他出去玩雪，他兴奋地在雪地里戳小坑，做了2个雪人，还要求拍合照。我怕，但这次喜欢打赢了。他第一次主动面对镜头，虽然手在抖，但还是按下了快门。照片里，他仰着小脸望着我，我则像拍毕业照一样摆着僵硬的表情，傻傻的。日子在甜蜜和忙碌中飞速流逝。秋旭的短视频越做越好，接单量稳步增长。有一天，他刷到一条咕咕嘎嘎的视频，跟着发疯录了一个，播放量居然破了8000。我火了吗？小伙一把没跑了，你这是歪打正着撞进了爆款赛道。与此同时，我的自媒体也收到了第一个定制订单，一位粉丝想要一套平成骑士系列的模型，一件300块。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艺赚到大钱。可就在一切似乎都在好转的时候，一些事情开始浮出水面。林乐带我去了城中村附近一个钓鱼佬的秘密基地，见到了他那个同样不靠谱的叔叔，说直俩你来我往地斗嘴，让我见识了这一家子的遗传画风。饭后，林乐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他说起周奶奶去世的事，说自己总是迟到1天，从小时候弄丢朋友到这次没来得及给老太太治病，我心里的罪恶感更加沉重。如果那天我说出老太太进医院的事，可能一切都会不一样。你是比我先知道这事的，对吧？瞧你那丧气样，搞得爷都丧不下去了。你怕老婆不？更多是怕失去。其实你说的对，我们确实不一样。我生下来不用操心柴米油盐，所以能想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你不一样，你得考虑生计，可我不在意这些。我们是朋友，别再憋着了。怎么？你觉得老娘不够格当你朋友？就算哪天把你扔了，也会给你找好下家。走出店门时，他塞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是2条外国烟和一个最新款手机。不要就给爷扔了。回到家，我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坦白。老板送的，我把袋子放到秋旭面前，他攥紧了手里的手机，僵硬的应了声可下一秒，他扑过来把我按倒在地。不开心？不开心，但是就一点点，起码你主动跟我说了，我就又开心了。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秋旭突然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有个朋友，他有个喜欢的人是异地的，他还有个朋友跟那个
个喜欢的人在一个地方，但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他喜欢的那个人出了意外，他没法过去，就让那个朋友去照顾他了，还让朋友想办法去接近那个人。这算不算利用了那个朋友？你这朋友是以前那个不？那你这朋友啥时候有的对象？最近。你为什么问他的事情？他有喜欢的人了。我被噎住了，但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可我最终选择了不追问，因为哪怕真相是什么，结果都一样。我不会离开秋旭，也必须处理好和林乐之间的关系，而且追问本身可能会摧毁那份脆弱的信任。对不起，对不起。浴室里，秋旭的声音断断续续传出来。我说谎了，我不该去看他手机的，不然就不会知道了。我蹲在门外，点上了最后一根烟，然后把剩下的半包从楼上狠狠扔了下去。病好了一些后，我告诉林乐想辞职，有这部分原因是秋旭，但更大原因在我自己。不辞职，我怕哪天真变成自己都讨厌的人。林乐辞职，我怕哪天真变成自己都讨厌的人。林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我去了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凑近，目光变得直白。大叔，你的身上好像浑身上下都是那种易碎品的画风，搞得我就挺想稍微欺负你一下的。我心跳骤然加速，还有，也好像真有点想给你亮一下进度条了。啥？我完全没反应过来。算了，开玩笑的，赶紧吃你的。他光速切换回摆烂状态，回到车里，林乐盯着手机屏幕，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不对，这德行怎么那么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也在纠结关于那些越来越难以回避的真相，但最终我选择了把这些问题暂时冷藏，因为比起真相本身，秋旭的心理状态更重要。那天晚上，秋旭问我，你睡不着的时候会想什么？大概是树人生那些办砸了的事儿吧。我也是，一直都很难过，每次想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只能放过他，原谅他了呗。谁还不犯点错呢？秋旭沉默了很久，然后轻声说：“老公，爱你。”假期的日子在秋旭的陪伴中飞速流逝，我们每天各忙各的，偶尔抬头对视一笑，又低头继续做事。窗外的阳光像一道金色帷幕，在两人之间铺开无形的碎金帘子。秋旭的话越来越好，收入也在稳步增长。那个咕咯嘎嘎的视频意外出圈后，他越来越好，收入也在稳步增长。那个咕咯嘎嘎的视频意外出圈后，他开始尝试更多风格。有天他教我画画，结果画出了一只智商欠费的史莱姆螃蟹。秋旭笑得快断气，却灵机一动，把这个灵魂画风做成了系列视频，播放量一晚上就破了万。我火了吗？小伙一把没跑了，他的短视频收入加上接单，一个月已经能稳定2、3千了。而我的定制订单也开始有了起色，虽然离真正的自立还有距离，但那条通往自由的缝隙确实被撬开了。夏天我们会结婚吧？他在某个清晨迷迷糊糊地问。会啊，除非你到时候翅膀硬了就不要我了。不要，我只想要你，有你就够了的。你是特殊的，也只有你最特殊了。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把我捡走了，还照顾我，替我想，你是最好的那一个。我可贪心了的，特别贪心。那你会被好吃的拐跑不？会的，就像遇到了你，但是在有了你之后就不会的。那不就得了，我也不会。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怀里的温度却刚刚好。秋旭搂着我的手臂，声音软软糯糯的。夏天，等我能走了，拉着你到处跑，你不会嫌我烦吧？不会。那等我能走了，我可以自己下楼等你下班吗？来呗。如果是去你工作的地方等你呢？来。等我能走了，你会更喜欢我吗？不管什么样子都一直喜欢。那我想治腿了，好不好？好。